Hello， 伙伴们好，我是小美杨子。今天我们去大棚里面看看我们的黄瓜，打算可能要剪枝了。走。哇，看我们的黄瓜长得这么高了。老爸之前已经绑了2次藤蔓了，绑2次了。今天我们过来给他们打一下侧枝，它跟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是一样的，也要打侧枝的哈。那边的红苋菜长得好高了。哎呀呀，是不是那个黄茶都去？这个都有黄瓜了，2个、3个黄瓜这份儿。这都不是这里看哈。这大棚现在2边老爸都把它打开了，现在就整个特别通风，没有那么热了。因为前段时间，昨天温度差不多是30几度，也挺高的。这植物侧枝都是长在主茎和叶片中间那个位置，叫叶叶。那叶叶那个位置长出来这根茎，就是它的侧枝。它的侧枝长得也像藤蔓一样的，这上面也可能会开花，也会结果的。但是这种侧枝上开的花和结的果，我们一般都不要的，它会影响产量和品质。这是蔬菜的主茎部，也叫主藤蔓。这是它的一片叶子，主藤蔓和叶子中间叶叶这个位置。这个东西看长长的，这根藤蔓就叫侧枝，也叫侧藤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根侧藤去掉。老爸说可以往这边掰断，也可以用剪刀直接把它截断，都可以的哈。然后掰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因为叶叶的这个地方有一个藤蔓，同时它还有一个花，或者是一个雌花，或者是一个雄花，所以掰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往那边掰，不要往花的那边掰，很有可能就把花给掰掉了。这剪下来的枝条我们都是拿着把它扔出去，不要直接扔到地里。今天是大棚内的温度是22度，湿度今天好大哦，今天的湿度很潮湿，大概是72的湿度。很潮湿的一个环境。如果是你们给黄瓜打侧枝，还有其他蔬菜打枝的时候，露天情况下最好是选择晴天，不要阴雨天进行，因为它有伤口，避免它感染。我们是在大棚里面见不到雨，没关系。这叶子我们这儿剪下来之后，一般没人吃的，像南瓜叶子吃的人会比较多一些。这个侧枝侧藤我们就尽量早点剪，早点好，不然它长大了之后，在长的过程当中，它会消耗掉很多养分，抢夺主干的阳光。早剪早利索，它就更进入快速的生长阶段，就不要被这些侧枝侧藤耗费掉更多的养分。也是分品种的，有些品种侧藤比较多，有些品种侧枝比较少。不多。那它那多好。这个不成了。那些都是的。看这个侧藤这么长啊，这上面也是会开花的，但是侧枝上开出来的就长出来的果实，没有主藤上长出来的标准好看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去掉。
可千万别舍不得剪，觉得它已经长这么长了，都要开花结果了。你不剪，它就天天光吃饭，也不干活儿。要半天或者半天或者越吃了，就都是那里看着哦。哦，我洗手就把煤炭喝，洗手就还。啊，洗手就把嘎它。你别在人家家嘎哈，往黄瓜嘎嘎哈。还有几个哈？这边上也是黄瓜。刚才那根黄瓜，那一窝是种了2颗的，一般一窝只种1颗。然后刚才没仔细看，把它的主藤给剪掉了。还好旁边还有一根，正好那根就留着。我红瓜，你绑这个红瓜，别这个起子打印，要保1天，这红瓜还赶紧摘。还有绑枝神奇，那就快多了。还没长呢。老爸说用这个绑枝神器绑枝快多了，平时的话得1天都还绑不完。是有1天啊，有这个好快，一会儿就弄完了。红瓜，现在好笑的，这放在不是啊？我看你把整的不整的，我现在会噻。那个绑枝神器很好用的，我们去年买的，在网上买差不多是，好像不到200块钱的样子，我忘了，还挺好用的。像辣椒啊、茄子呀、西红柿啊，这种藤蔓性的需要绑枝的蔬菜，我们都可以用它去绑枝。还有一些粉丝朋友很好奇说，有大棚为什么不直接做吊蔓，就不用搭架子再一道一道的绑枝了，那么复杂哈？因为我们这个大棚现在只有骨架。没有打那个水泥桩，所以它的重量承受不住这么多黄瓜的重量。如果打了水泥桩的话，就可以直接通过那个吊蔓的方式，有绳子，上面搞一排，就可以直接来吊蔓了，就方便一些，没有那么多工序了。红瓜弄起来了，不是，长大了不行。这个侧枝得睁大眼睛找。这个路对的，这个跟我去的，我没得关系。你没给他拾回？俺没拾回，不是人家。
啊，上 A 大线，几个多月后，你这内气度好一些。这边没窗子，那边没弄高。它中 A 二。哎，这还是中 A 二。现在你看机器都还是都高高，是没原因啊。我还以为我们今年只种了一个品种黄瓜，就是去年那种青色外面有霜的那个黄瓜，那个黄瓜比较高产，我以为就种了一种。老爸说这还是另外一种黄瓜，三种。这个三种，这种黄瓜是水果黄瓜，轻的、短短的，没有那个长。它植株也长得矮一些，然后那个节点中间的间距也短一些。短，你看也是短，新鲜。然后又是另外一个品种，它的果蒂现在从外形就能看得出来，它的果蒂是发青的。之前我们剪枝那个果蒂是发白的，有层白霜。我剪，你看剪起很，特别红色。啊，这长得很高啊，这后线长得 A 线，这个比较适合那种城市里面的地面能多、空间面能大的人种啊。A 线。像那个它就是爬得很高，爬得很高，它剪起很小，你看。长得 A 线。哦，剪起这种 A 线，好像2米深了。